展银新教授的分析长于拆解巫术思维的认知结构与理论形态，但确实未曾充分解释为何这些谬误如此长寿。我将尝试从3个层面展开这一追问。第一，生存筛选，无效之术为何不被淘汰？首先要将问题拆开，阴阳五行与相术体系之所以长寿，核心不在于它在物理因果上的谬误能证成，而在于没有任何社会机制会因其物理无效而必然淘汰它。在农耕时代，疾病、旱涝、命运的无常才是常态。求与失败不会导致这套理论的破产，失败永远可以被归因为仪式不够虔诚，德行有亏或天意如此。中医理论同样如此，病治好了是辩证准确，治不好是个体差异、病入膏肓或药力未及。这套认识框架自带一个永不失效的归因闭环，它不需要和生物学、物理学竞争。2000年里，它几乎独占对世界的解释权，不是因为它精密，而是因为它是这片大陆上唯一活下来的世界观。当西汉儒家最终选定了阴阳五行作为国家科学总纲，这套理论就不再是诸子之一，而成了唯一有权解释宇宙的官方语言。它不是被证明为真，而是被确立为正统。为什么是它，而不是墨家的光学或名家的逻辑学？墨家造物和名家诡辩，高深但不系统，唯有阴阳五行能把天文、地理、人体、政治、音律、农时凝成一支军队。它完成了一种可治理的宇宙，不再是零散的现象，而是可被天子通过礼仪调度的大系统。这对帝国的治理成本来说是降维优势。第二，解释力的来源，一套功能完备的宇宙操作系统。这套理论长寿的第2个原因，在于它提供了其他任何学派都未曾提供的功能。我把它称为宇宙操作系统之所以能运行2000年的5个核心功能。第一，为皇权提供合法性。皇帝不只是政治首脑，是宇宙秩序的维护者。冬至祭天，立春迎气，不是礼仪表演，是用皇帝的身体调度阴阳。第二，为社会提供道德秩序。自然现象的失常，比如地震、洪水、大旱，被解读为道德失常的反应。这不仅是在解释灾难，更是在约束权力。第三，为个体提供身体叙事。五行嵌入五脏，你生气不是单纯的情绪波动，是肝阳上亢，这让医学与天文伦理实现大一统。你喝一剂汤药，是在调和体内的宇宙。第四，为技术提供经验存储。中医几千年的临床经验被封装在五行的框架里，你不是在推翻框架，而是往里存入新的经验，它成了一套数据库语言。第五，为心理提供确定感。一个全部用五行分类的世界，任何异常都可以被命名、被解决，这是一种宇宙级的确定性，是古代中国最深层的安全网。当一条理论同时具备这5种功能，你让古人凭什么抛弃它呢？第3个层面，它是一张网，不是一个命题。从认识论角度看，阴阳五行之所以活了2000年，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原因。科学理论是一串链，只要一个环节被经验打破，整个推论就要重新来过。但阴阳五行不是，它是一张网，它没有起点，没有终点，每一条论述都是类比，它们的成立是互相印证的，而不是推导出来的。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这也成立，那也成立，因为这和那用的是同一套规则，它在自身内部是自洽的。一个命题是脆弱的，一张网则是坚韧的。你可以质疑肝属木有什么根据？回答是东方属木，春季属木，青色属木，厥阴属木，数字38属木，它们之间的互证构成了环环相扣的证据链，一根线断了，整张网不受影响。在那个只能从经验出发的时代，你永远不可能攻破它，因为它的证据永远比你多。第四，跨文化佐证与长寿的根本原因。这种长寿并非中国独有，古希腊斯体液说认为人体由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4种体液构成，4种体液平衡则健康，失衡则生病，并对应4种气质类型：多血质、粘液质、胆汁质、抑郁质。从希波克拉底到19世纪，主导了西方医学2000年。印度阿育吠陀的三体液说认为三体液是构成人体生命能量的基石，源于空、风、火、水、土5种元素。这3种基本能量分别是风、
火和水，它们管理生理机能、情绪以及心理健康，平衡则健康，失衡则生病。至今仍被数亿人使用。它们与阴阳五行是同一种思维，不是阴和阳、木和土才有生命力，而是用少量根本原则来解释一切。这种思维形式本身在工业文明之前具有无可匹敌的适应性。所以阴阳五行长寿的根本原因不是它部分说对了，而是在2000年的漫长时光里，没有任何社会条件迫使它被放弃。一旦它被嵌入帝国的政治结构，嵌入医学的传承系统，嵌入科举的知识体系，嵌入普通人的日常感知，它就成了一种文明。而文明从来不是用正确或错误可以淘汰的，文明是被另一种文明替代的。阴阳五行真正开始退场，不是因为它被理论驳倒，而是因为蒸汽机进来了，实验室进来了，解剖学进来了，一种更有效的世界观，以武力、商业和疗效为先锋，打开了它从未被打开的裂缝。第五，回头看展银心，一个未尽之问。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展银心教授，他的任务不是回答为什么这套理论长寿，而是揭示这套理论的思维方式与原始巫术一脉相承。在这个任务上，他做到了。用护肾来概括，是一种认知结构的还原，而不是对理论生命力的历史社会学解释。但我们的追问恰恰落在了他留白的区域。他提出了心智的误区这个概念，但可能低估了误区的历史韧性。一个认识论层面的误区之所以能在实践中存活2000年，不是因为它被误认为是真理，而是因为它早已跨越了真伪的评价框架，进入了制度、权力和身体经验的深处。如果要补充一句话，那应该是阴阳五行之所以长寿，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是因为它在漫长的历史中是中国唯一可用的那套系统。系统不需要正确，它只需要不被替换。而今天它真的值得被替换吗？不是替换，它是中国文明对宇宙的一种诗性解读。每一次当我们将身体看作小宇宙，都是唤醒一个延续了2000年的隐喻。我们需要理解它从哪里来，为什么活到今天，然后决定它在什么地方依然值得留在我们的世界里，在什么地方应当谦逊地让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场追问最终抵达的地方。以上我们谈了阴阳五行学说的长寿原因，谈了它的社会功能，谈了它的解释网络为什么坚不可摧。但问题还没完，这些都只是在解释他为什么没死，而没有解释他究竟是怎么活过来的。那个最初的在几百年间突然成型的原型系统究竟是怎么被构建出来的？下期视频让我们继续求解。